朋友们，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日本突然不装了？11月7号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说了句狠话：台湾有事可能是日本存亡危机。你以为他说完会收敛吗？没有。前几天小泉跑到石垣岛，当着记者的面宣布要设导弹基地。这地方离台湾多远？110公里。北京到天津的距离，隔着一条海峡，瞄着你家门口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中国这边经济制裁全上了，结果呢，日本不但没怂，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反而涨了，这就奇怪了。难道经济制裁不管用了吗？当然不是。今天咱就来聊聊中国这次在下一盘什么样的大棋。美国放狗咬人，中国到底该怎么让狗主人出来管狗？上周末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个东西，把很多人都整懵了。发的啥？联合国宪章里的敌国条款。这玩意儿是啥？简单说就是二战后联合国宪章里专门针对德国、日本这些战败国写的规定，如果这些敌国有重新搞侵略的苗头，其他国家可以直接动手，连安理会授权都不需要。你想想这威力。中国大使馆这一提，日本外务省立马跳出来了。日本人说啥？说这条款早在1995年联合国大会就承认过时失效了，而且中国当时也投了赞成票。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上，各国领导人还一致同意要把这条款删掉，中国也同意了。日本的意思很明白，你中国自己当年都说这条款没用了，现在又拿出来说事儿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？但事情没这么简单，虽然说过时了，但关键是啥？它到现在还写在联合国宪章里，一个字儿没删。为啥删不掉呢？因为修改宪章太复杂，涉及太多国家利益，所以这条款就一直挂在那儿，既说失效了，又还在宪章里写着，这就有意思了。到底这条款现在该咋用？实际上就看中国怎么在联合国操作了。而美国呢，从头到尾一声不吭，这条款能不能为中国所用，还是反过来绑住中国手脚，就看中国能不能推动把它在特殊情况下激活。说实话，当年日本推动说这条款过时的时候，中国就这么同意了，还投了赞成票。现在回头看，中国对日本当时是有多没防备啊！日本现在露出獠牙了，中国才发现自己当年有多天真，但说这些也没用了。就像有人说的，哪怕台湾2300万人都不想统一，也要统一，因为这从来不是民意问题，是主权问题。涉及中国安全的事，管你联合国有没有什么条款，该打就打，根本不用看联合国脸色。俄罗斯打乌克兰看联合国脸色了吗？没有吧。如果真危及中国安全，管你是谁，管你有什么法，哪怕联合国说不能打，也要捍卫自己的安全，这是底线。咱再说说这次 G20 峰会，这可是日本越界后第一次国际外交场合。有意思的是，美国全程缺席，就算美国不在，成员国还是通过了领导人宣言。这是 G20 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非洲大陆举行峰会，世界正在慢慢习惯没有美国参与的国际秩序。日本来之前就想蹭机会和中国领导人碰个面，结果外交部几乎是用请自重这3个字告诉日本别碰瓷。高市早苗自己对外说，他在南非 G20 期间没能和中国总理李强碰上。但日本媒体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当高市早苗在会上发言时，李强的座位上换了别人坐着，也就是说，高市早苗发言时，李强直接起身走了，让别人坐在中国代表的位子上。这动作啥意思？不用我多说了吧。路透社报道，高市早苗在约翰内斯堡期间和英国、德国、印度领导人都单独见了面，就是和中国碰不上，这就是外交场上的冷暴力。表面上看，这就是典型的右翼首相嘴上逞能，然后北京强硬反制的剧本。但你要是把视角拉远点看，高市早苗这看似鲁莽的操作，其实是有意为之，早就盘算好了。而对中国来说，这既是个坑，也是个机会。推动台海统一需要变数，要不然就这么一直耗着。佩洛西访台把事情往前推了一步，现在高市早苗接着佩洛西又按下了第2个开关。全世界都清楚，台海统一为啥这么牵动全球神经，成为美日的心病，不是因为台湾本身有多重要，
而是因为台海统一背后是整个东亚安全秩序要重建。高市早苗把日本担心的事提前亮出来了，中国就要把日本的担心变成现实。日本在美日安保框架下，把台湾有事包装成日本有事，好让自卫队名正言顺地介入。那中国就要把统一台湾和打击日本直接挂钩，彻底击碎日本的武装诉求，顺带把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堡垒给拔掉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要问了，要是台海真开战，会是啥局面呢？在任何一个武统推演里，外部干预永远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变数。但在这些军事细节之外，真正的问题是，中国对台动武时，到底有哪些外部势力会跳出来呢？俄乌冲突打了3年，虽然美欧公开出钱出武器，但实际上都没真下场打。那台海要是出事儿，这些开过军舰穿台湾海峡的国家有几个会真下场呢？这是个未知数，也是个变数。有多少玩家下场，取决于中国的军事表现。一旦中国打得不利，想分一杯羹的绝对不会少。日本更希望大家一哄而上，既能彻底甩掉2战战败国的帽子，还能通过削弱中国解决自己的心病。要做好准备，一旦台海开战，哪怕中国有理有据，国际舆论还是会一边倒的帮日本。美欧肯定起哄，要么出兵，要么提供情报武器后勤，要么在舆论上支持日本、美国联合起来骂中国。对中国的打击只会比俄罗斯受得更狠，这些都是中国要正视的，不能有侥幸心理，也别指望别人手下留情。按现在的情况盘点一下，东盟国家基本会开个外长会议，发个措辞谨慎的声明，呼吁节制对话。欧洲和 G7 国家估计先坐山观虎斗，看局势发展再下注。派不派兵，既看美国脸色，也看战况。日本肯定冲第一线出钱、出力、出人。日本下场后，美国必然全程围观，场外指导，幕后操盘。夹在中日之间的韩国虽然和美国有军事同盟，但在台海问题上一直保持暧昧距离，就算配合也是象征性动作。还有一只等着吃腐肉的猎狗，澳大利亚。日本长期把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，自愿当西太平洋和印太地区的马前卒。台海一旦开打，日本甚至不用美国开口就会全力以赴。所以统一路上第一颗必须拔掉的钉子就是日本。现在日本主动跳出来，不过是把大家的猜测坐实了，让中国没法回避可能出现的麻烦罢了。那问题来了，中国到底该怎么办呢？高市早苗这次在国会把话说死，直接说台湾有事可能是日本存亡危机事态，当然有讨好右翼的盘算。但对中国来说，与其等战争真来了还摸不清日本底线，不如趁这次机会把统一台湾需要走的所有流程预演一遍，直接把工具箱全掀开，外交抗议，拒绝高层会面，军演信号对特定产业施压，全来一遍。通过日本来演示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叫板会受到啥级别的反制。这不只是针对日本一家，是给全世界打个样。任何国家插手中国台湾问题都会挨个反制，让他们明白正面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在政治、经济、外交上的综合代价。中国这次对日本的全面反制，不只是外交辞令上的严正交涉，更像是一场国家级别的风险教育课。中日是重要贸易伙伴，经济联系很深，中国反制日本，自己利益也会受损。但中国需要拿日本给全世界做个教材，就算经济利益这么紧密，触碰中国核心利益照样全方位反制。换句话说，高市早苗给了中国一个机会，让中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展示在武统台湾情境下，别国要是深度介入，会遭遇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惩罚。这就是给全世界的样本。中国在对台问题上会怎么操作？当然，现在日本在军事上已经跟中国顶上了，问题现在到中国手里了。如果因为一句话就让军事冲突爆发，只能说明中国手段还不够，动不动就动武解决问题，对中国来说成本太高了。现在考验的就是中国的手段。说白了，这次虽然是高市早苗挑事，但真正的根子在美国。现在能让高市早苗道歉的关键还是美国，只有让美国给日本施压，才能让日本老实。
所以美国这次放狗出来咬人，也是给中国提个醒。你想摁住日本别发疯可以，但靠军事手段成本太高了，管住狗，让狗主人出手才是成本最低的办法。最近中美军方在夏威夷搞了军事磋商，稀土市场价格又大幅波动，加上日债利息不断走高，汇率不断走低。其实这就是中国在对日反制的同时，跟美国这个日本主子之间的较量。人跟狗斗赢了也不体面，还弄脏手。如果不能一下把狗打死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让狗主人出来把狗牵回家。日本是中国搬不走的邻居，解决中日安全问题，别指望一劳永逸，要有足够耐心。朋友们，今天聊到这儿，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国际政治从来不是简单的你死我活。高市早苗的挑衅看着很嚣张，但中国的反制也不是简单硬碰硬。真正的较量在多个层面同时进行，外交上让日本丢脸，经济上让日本疼，军事上让日本怕，但最关键的是让美国这个狗主人意识到，放狗咬人的成本可能比想象中高得多。这场博弈才刚开始，远没到结束的时候。中国需要的不是一时痛快，而是长期战略耐心。既要让日本知道底线在哪儿，也要给美国留谈判空间，更要让全世界看清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对着干的代价是啥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博弈。看到这的朋友觉得今天内容有价值的话，记得点个赞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